我给手机充电，充电线刚插进手机插口，就听见一声惨叫。不可以！谁在讲话？我感到非常奇怪，又把充电线插了一下。叶晨，你再敢动一下，我就把你浏览器里的浏览记录发给你妈。这个声音怎么跟今天开会老板骂我的声音一模一样？我试探着问：“你是鸡精？”我他妈是你老板！闻言，我愣住了，老板居然变成我的手机，这也太离谱了。上班挨他的骂，被炒了鱿鱼还得挨他的骂，他还真是阴魂不散。你怎么跑到我手机里去了？我莫名其妙做了个梦，一个国字脸老头说他是咸鱼之神，问我凭什么瞧不起玩手机的人，那我肯定不服，整天就知道玩手机的不就是废物吗？谁知老头打了一个响指，我就睡了过去，一睁眼就变成就这样了。此时的我在心里默默给咸鱼之神点个赞，因为我就是他嘴里那个摸鱼玩手机的废物。你这破手机耗电怎么这么快？随着手机的低电量提示，他的声音都变得虚弱。我一个月3000块钱工资，手机能不破吗？就这还被你炒了？什么？最近公司没有开除员工啊？他愣了愣，随即说道：“算了，明天让你复职，工资翻倍。你现在先想办法让我充上电。”好的，老板。满心喜悦的我拿着数据线就要往插口上对，等等，只听见老板叫停了我，声音中还夹杂着恐惧：“你下手轻点。”话没说完，一阵提示音传来。怎么回事？他惊恐地问道。我尴尬地挠了挠头。那个破手机接触不良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我这就调整下。来不及多解释，一把握住充电线插头，对着接口上调一下，下调一下。我这一顿操作下来，老板疼哭了，连声音都喊哑了。谁知刚显示充电成功，敲门声就响了起来。打开门后，只见房东顶着那张凶神恶煞的脸就冲了进来。不是告诉过你房子不准带别人过夜吗？罚款500。我没有啊，你听错了吧？我一口咬定这屋里就我一个人。你竟然说没有？你那狗女人叫的整栋楼都听着了。说着，房东就把床底衣柜翻了一口。藏哪了？房东挠了挠头，明明听到有女人叫啊。行吧，就算你没带人回来，那房租也该交了哈。听闻此言，我有些蒙圈。房租我不是刚交了1年的吗？这才住了1个月啊！闻言，房东翻了个白眼，紧接着把转账记录对在我脸上。你自己看，那个叫柳如烟的，是不是就给了1个月的？柳如烟是我前女友，出轨了我们公司经理的儿子，合着临走前还黑了我11个月的房租。见此情形，我只能陪笑的说道：“过2天工资就能到账，能不能宽限下2天？”跟我哭穷呢，没门！房东叉着腰，眼睛还在四下乱找。找刚才那女的要啊！刚才不是叫的挺响的吗？怎么这会儿躲起来了？我心里一阵偷笑，老板估计这辈子没被人这么骂过。谁知道这时手机传来一阵震动。支付宝到账100万元。我和房东听到后都惊呆了。送走房东走后，我有些难为情地说道：“那个，这钱太多了，你账户多少？我给您转回去吧。”不用了，你明天回公司，这钱就当工资了。我有些不敢相信，感觉像是在做梦。我就是个小职员，1年工资也没这么多。我再给你升个职，公司执行总裁。我哪行啊？我连忙摆手，我就是个混吃等死的摸鱼废物。不需要你做什么，工作方面我能自己处理，你只要按照我的指示当个花瓶就够了。我长得太丑，当不了花瓶，收废品的看见都得摇摇头。老板试图鼓励我，哪里丑了？虽然你脸大了点，眼睛小了点，但是你的鼻孔还是很性感的。听了他的夸奖，原本开朗的我差点抑郁了。第二天早上不到6点，我被老板复读机似的闹铃吵醒。废物，上班了！你这个年纪是怎么睡得着觉的？我揉着眼睛爬起身洗漱，骑着我的小电驴赶到公司。公司里空无一人，进了他办公室，还没等我喘口气，就被他使坏的开始处理工作。大约过了2个多小时，我实在忍不住了。老板，我不行了，太累了。我带着哭腔，再坚持会儿，很快就结束了。老板语气不容拒绝。我第一次这么大工作量，我真的坚持不住了。突然，办公室门被猛地被人推开，我吓了一跳，手机啪的一下掉在了桌子底下。进来的人叫韩征，是公司的一个经理。公司最近被恶意收购了一波股权，他就是主谋。他其实是敌对公司插进来的奸细，而柳如烟攀附的就是他儿子。老板呵斥道：“谁让你进来的？滚出去！”韩征先是一惊，以为我在和老板打电话，随即谄媚的从身后递过来一份文件。我是来请您签字的。我捡起老板，一巴掌扇掉了他手里的文件。下次进来不想敲门，可以用敲你娃代替。韩征瞬间拉下了脸。你又是个什么东西？从今天起，他就是公司的代理总裁了。韩征傻眼了，我拍了拍他的大秃头，骂我。叶总，对不起，小的有眼不识泰山。看着平日作威作福的狗领导夹着尾巴溜出去，我心情大好。那啥，我想去上个厕所。没办法，为了休息，只能祭出尿遁大法。小小的隔间里突然多了个有自我意识的手机，让我尴尬的拉不出来，因此只能找些话题来打破尴尬。老板，我看刚才的文件，那个什么三洋公司的控股快超过50%了。老板好像不太想回答。那你准备好对策没？怎么，你有想法？老板的声音多出了一丝兴趣，说来听听。我沉吟片刻，要不然我牺牲一下色相，给他们老板来个仙人跳。他们老板有小四，我大姨妈家有辆面包车。老板受不了了。叶晨，你这些歪门邪道的法子都是跟谁学的？我们是遵纪守法的公司。那这样就有些棘手了。这时，突然听到门外一阵嘈杂。就是这
有个女的藏男厕所，还在说什么仙人跳的。说罢，我被一群人揪了出去，为首的正是韩征的儿子韩小坤。我明明听见有女人的声音啊！他凑着脑袋往隔间看了好几遍。喂，你是哪个部门的？他皱着眉问话刚说完，旁边一个男的凑过去，在他耳边小声说了些什么。原来你就是叶晨，就是你整天缠着我家如烟的。我被他这句话搞得一脸懵逼，随即回对道：往往是对自身不自信，才需要通过贬低同性、取悦异性获得认同感。我建议您找个心理医生看看。我不自信？笑话！也不看看你什么身份。小坤，怎么回事？远远就出来柳如烟的声音，看见是我，脸上出现一瞬间的惶恐。怎么又是你？你不是已经被开除了，还来公司缠着我做什么？保安，快点过来把这人赶出去！眼见人越聚越多，同事们纷纷跑过来摸鱼。上班时间都在干嘛？不想干了是不是？韩征扯着大嗓门挤进来，往地上一看，顿时愣住了。爸，这有个疯汉子被公司辞退闹事呢。柳如烟换了副表情，谄媚道：韩总，这个人脑子有些问题，一直缠着我。乡下来的土包子就是这样。只听啪的一声，柳如烟结结实实的挨了一巴掌。混蛋，你胆子不小，你敢对叶总不敬？叶总，柳如烟懵了，连忙凑到韩征身边。爸，他就是个被开除了的小职员，您叫他叶总做什么？韩征狠狠剜了他一眼，转身当着所有员工说道：正好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，这位叶先生被司总任命为代理总裁，现在让我们热烈欢迎叶总吧！一阵稀里哗啦的掌声中，只有柳如烟不知所措的像个孩子。那个叶总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您见谅。我瞥了他一眼，质问韩征：韩经理，当众造谣和辱骂总裁该怎么处理？叶总，这个开除。闻言，柳如烟不甘了：他这明明是诬陷，是讹诈。那通知法务部打官司吧。韩征一听，连忙凑过来，谄媚道：叶总，这柳如烟是我未来儿媳，您看要不给我个面子，赔偿下你？赔多少？我兴奋地竖起了耳朵。韩征颤颤巍巍伸出一根手指，见我皱眉，又添了一根。两20万！嗨呀，韩总真是太客气了。来，拿纸，我们签个字据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我没给他反应的时间，刷刷写好了字据。韩征人都傻了，他本想说什么，但看了看柳如烟微鼓的小腹，到底还是咬着牙签了。爸，韩小坤上前正要说什么，却被韩征狠狠一巴掌抽在了脸上。废物东西，谁让你们对叶总不敬的，还不赶紧道歉？韩小坤捂着脸，脸上满是诧异与怨恨。叶总，您看这事儿就这么算了吧？韩征陪着笑，这孩子是有些莽撞，但人踏实上进，以后肯定能为公司做事，就按着字据让他继续留在公司吧。我点点头，行，那就留下来吧。柳如烟咬着牙，长长舒了口气，就留下来扫厕所吧。我笑眯眯地拍了拍他肩膀。本总裁相信，以你的上进心，肯定能把咱公司厕所擦得又亮又干净。我转身要走，满脸愤怒的柳如烟突然叫住了我。等等，他刚才在男厕所里干了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你们看他手机，他在男厕所拿着手机跟一个猥琐女子打电话，指不定就是在偷拍。这种人，他配当总裁吗？爸，你得跟司总说说这事，哪能什么人都来管咱公司啊？这话一出，韩小坤眼神突然亮了，冲过来就要夺我的手机。猥琐女子是在说我吗？老板的声音缓缓响起。怎么造谣了叶晨不够，还要诋毁我？柳如烟脸色瞬间也变得煞白。司总，他显然没料到这情况，结结巴巴地说：怎么他上厕所你还跟他打电话？老板沉默了会儿，我恋爱脑有问题。话音未落，全场哗然，大家包括我都没有料到老板会这样说。回到办公室，老板半天没说话。老板，我有些不好意思，让你看笑话了。咱这种普通人就是见钱眼开。我揉了揉耳朵，见鬼，我怎么好像听见老板的笑声了？这绝对不可能，这种司马脸工作狂怎么会笑？叶晨，你挺有意思。这是在夸我？我手一抖，差点又给老板摔地上。拿稳点。话说，我感觉有点疼，你看看手机下边是不是裂开了？我把手机反翻过来，发现手机下面被摔了个裂口。我这才想起来，刚才争执的时候手机摔了一下。说起来，你为什么没有手机壳？因为穷。我看了眼账户里刚多出的20万余额，大手一挥，不过也有钱了，等下班给你买个壳。老板犹豫了下，说道：要不现在就去吧。不工作了，主要是凉飕飕的，不太舒服。我拔腿就跑，犹如亿万只蝌蚪中最快的那一只，冲出了公司。地摊上摆着花花绿绿、放满了奇形怪状的手机壳。我拿起一个镶着粉色小碎钻的，还没给他试上，就听他连着骂了3个滚。我又不是小女孩，就那个透明的吧。见状，我邪魅一笑，原来你喜欢这种透明情趣款啊？那就那个黑的。黑丝。说起来，之前在公司就听说过，老板家教极严，整天就是西装西裤，从没见过他穿黑白以外的颜色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在殡仪馆上班。试试这个小绿蛙，挺适合你的。滚！一连挑了20-30个，他都不满意，随手给他选了个芭比娃娃的。本以为又是一个滚字，正要放下，他却出奇的没说话。想要这个？他沉默了半天，语气竟然带着一点犹豫。会不会太幼稚？是有点，那算了。谁知我话还没说完，他就抢着开口。爷爷不是不行，不过我还想看看那个 Hello Kitty 的，还有右边那个哆啦 A 梦，感觉也不错。真搞不懂，2块钱一个的壳，他一个霸总干嘛纠结成这样？总不会又是那种童年缺失的老套剧本吧？看他高兴成这样，还特地给他贴了个膜。老板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也是个有套的女人了，要保护好自己哦。怎么听起来怪怪的？闻言，我心里暗自偷笑，正准备走，手机铃声突然响了起来。
接通电话，是老板那边的一个合作公司。司总，好久不见，有时间吗？什么？你怎么知道我换新手机壳了？那头沉默了好一会儿。啊，恭喜恭喜！之所以打扰您，是为了和您谈谈之前的合作方案。你还要看手机壳什么样的？行啊，等等，我这就微信发你。看着他的神操作，拿着手机的我此时的脑子宕机了。最后还是我出声，替老板跟对方商量好方案提交时间以及会议时间。对方要见面怎么办？总不能还让我去吧？你不去谁去？此时的他似乎也喜欢上了这种摆烂的状态。总不能让我一个小手机去吧？听他这样说，我有些怒了。关我屁事！人家找的是你，你自己想办法。不行，就找人扛着你本体去。突然间，一道电流从我脑中闪过。话说你的身体呢？话说你的身体呢？我不知道啊。听闻此言，我人麻了。他若有所思地说道：“如果没有人动的话，应该还在我家床上。”等我踩着小电驴赶到思妍的大别墅里时，正看见老板的身体面色惨白，嘴唇干得起了一层秃噜皮，安详地躺在床上，一天一夜没进食。我上前摸了摸鼻息，好在还有气，赶紧送医院吧。不行，此时的他展现出了睿智的一面。要是被敌对公司知道了，会趁机暗中搞事的。那咋办？你这不吃不喝，万一饿死了呢？你鬼点子多，你想想办法。我思考了半天，询问道：“你家里有没有漏斗？”没有，我自己一个人连饭都不做，更别提漏斗这种东西了。我叹口气，在他家翻了一通，最后找来个马桶揣子，在底部捅了个洞，塞进老板嘴里，开始往里倒水。那个，是你叫我想办法的。我不耐烦地打断他：“放心，东西是干净的，我用洁厕灵洗了3遍。”不是，我是想说，你倒的是开水。闻言，我赶紧停下，马上找了些冰塞到了他嘴里，这样平均温度就是温水了，不碍事。我尴尬地擦了擦汗，可能是现在的他也感觉不到疼痛，居然很淡定。饿了，小鸡同学，点个外卖。我往沙发上一倒，直接葛优瘫。好累啊，小鸡同学，放首歌。好无聊，小鸡同学，给我读篇生气大王的小说吧。住着大别野，使唤着小鸡同学，跟养了个电子宠物似的，生活真是美好。这几天一直待在他家，昏天黑地的准备反收购材料。思妍开始还要在一旁盯着指导，结果没过2天，跟转了性子似的，就开始放养模式，不管我了，自己搁那儿玩手机，或者说玩自己。你看的这些漫画有那么好看吗？我没空搭理他，他就自己一个人在那边看，一边看还一边叨叨。这有啥好看的？身材不也就那样，还不如我。我去，这男主真渣啊，女主好可怜，心疼死我了。追妻，滚吧，让他滚！我都要被他烦死了。尤其是白天要当牛做马赶方案，晚上还要经受老寡妇的考验。谁能告诉我，为什么这么大的房子，为什么只有1张床啊？外人很难理解，身边躺着个仙姿玉貌的美女，却只可远观的痛苦。每当我有点小动作，手机屏幕就会显示拨号110的数字。我已经连着做了好几个晚上的梦了，梦里我变成了充电器，一只巨大的手机就躺在我身下，发出电量不足的提醒。我要不行了，请给我充电，求求你充满我。可是每次一到关键时刻，我就会被一个可恶的声音吵醒。你这个年纪怎么睡得着觉的？我快被逼疯了。煎熬了1个多星期，我终于做完了全部方案。就在我躺在沙发上想休息一会时，门却突然被敲响了。我骂骂咧咧地走到门边，打开，一时有些错愕，是柳如烟。你来做什么？我厌恶地往后退了2步。叶晨，你这些天一直没有去公司，我也没机会找你道歉。不用了。说完，我就要关门，却被他一只脚抵住。叶晨，我知道以前是我不好，我不该对你说那些重话，但你应该知道，我对你感情，我从来没有变过。看见他一脸谄媚的样子，我顿感一阵反胃。你赶紧滚，不然我报警了。你真的不原谅我吗？他怔怔地看了我一会儿，脸突然变得狰狞起来。我就知道你跟我有什么区别，你不也是给那个姓司的当情人？你凭什么瞧不起我？趁我一个不注意，他冲了进来。叶晨，怎么回事？卧室里传来思妍焦急的声音。柳如烟脸色一僵，默默从腰间掏出一把匕首，就要向着卧室冲去。我现在工作没了，姓韩的也把我甩了。叶晨，识相的你就给我闭上嘴。房间里躺着的思妍的身体像砧板上的鱼肉，见状，我挡在他身前，大声喊道：“小鸡，报警！”闻言，柳如烟威胁道：“你敢报警，我就杀了叶晨。”卧室里安安静静，很久才响起思妍的声音：“我没报警，你想要什么尽管提，放开他。”柳如烟小心翼翼地走进去，却只看见思妍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，手机放在她的头边。起来！柳如烟扯着喉咙喊：“我现在动不了，对你没有任何威胁，请你放下刀。”柳如烟狐疑着向前，见思妍仍旧没有任何动作。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可以给我一刀试试。我没来得及说话，柳如烟冷笑一声，当即就一刀扎在了思妍的腿上。你看我是不是没有骗你？血瞬间染湿了床单。保险柜在隔壁房间，密码是478987，里面的东西随便拿。突然，柳如烟狂笑了起来。司总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有钱有地位，就能随便施舍点东西打发我？是啊，你从出生起就什么都有了，连我男朋友都往你怀里钻，我就不一样了，哪怕拼了命的往上爬，还是你一句话的事就让我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。那你想怎么样呢？给你磕个头。思妍却像是看不见自己的身体已经染得鲜红。你很在意他。柳如烟揪着我的头发，狠狠撞在墙上。你住手！思妍的语气头一次变得慌乱。
柳如烟得到了他的答案。你这个年纪怎么睡得着觉的？突然，那个熟悉的闹铃响了起来。柳如烟手上一顿，疑惑地转过头，正看见床头的手机闪着屏幕。什么鬼？他将我推倒在地，对着我的肚子狠狠踢了一脚，走过去关掉了闹铃。你这个年纪怎么又响了起来？这他妈到底是什么鬼东西？柳如烟焦躁地按着电源键关机，可紧接着手机又再一次重启，她双眼通红，像是跟手机较上了劲。关机，重启，关机，重启。连个破手机都欺负我！就在他失神的瞬间，思妍的声音再一次响起。好，我下意识起身，朝着门外冲去。柳如烟正要抬脚追我，手机却瞬间拨通了报警的电话。我报警，有人持刀伤人，南方华府3号。为了掩护我逃走，思妍还对着他嘲讽了起来。柳如烟，你个废物，连一个手机都瞧不起，你知道吗？面对嘲讽，柳如烟变得疯狂，她高高举起了手机，大喊道：“我不是废物！”快要跑出去的我看到这一幕，转身想回来阻止他，但为时已晚。伴随着我一声哭喊，手机落在地上，瞬间4分5裂。柳如烟又冲了出来，拽着我的头发往里拖。此时的我已经感觉不到疼痛，只是不停地抓着地上的碎片，试图将它们拼成小鸡的模样。一个破手机也比老子重要是不是？他蹲下身，涨红的脸凑过来，我静静地转过头，眼泪大颗大颗地落下去。是啊，我瞧不起你。我本想朝他的脸上吐口唾沫，可看见一个浑身是血的身体缓缓站在了他的背后，手上的台灯落在柳如烟的头上，柳如烟倒了下去。小鸡，小鸡，你回去了？我呆呆地看了他许久，直至确认这不是幻觉，才艰难地爬起身，一把抱住了他。你没事，原来你没事。你知道我刚才有多害怕吗？我又哭又笑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落。他伸手轻轻将我推开，你弄脏我衣服了。随后皱着眉，疑惑看着我。请问我认识你吗？说完这句话，他就晕了过去。那天之后，思妍被送去了医院，很久没有去过公司。我又回到了我的小出租屋，带着满地的手机碎片找了家手机维修店。店员皱着眉说：“都碎成这样了，怎么可能复原？况且就算复原也没用了，存储卡也坏了，手机里记录的东西都不在了。”那段时间，我每天早上5点就会醒，然后就直接去公司，满满一天的工作也不觉得累，倒还有点莫名的充实，甚至还评了月底的优秀员工。1个月后，思妍回来了，她如同往日一样，工作狂一个。说来也巧，她回来的第一天早晨6点，我们在公司门口遇见了。我礼貌地问候了一句：“司总好。”转身正准备走，却被他突然叫住了。我们之前是不是认识？一个公司的，当然认识啊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……他犹豫了很久的措辞，就是觉得虽然你的脸有点大，眼睛有点小，他大概也意识这句话有些无理，连忙解释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觉得尤其的喜有好感。此时此刻，我的心跳慢了半拍。虽然这么说有些冒昧，但我总觉得你的鼻孔也很性感。原来他之前说的都是真心话。最后他似乎还想说什么，但还是朝我笑了笑，独自向电梯走去。小鸡，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忍不住轻轻唤了声。他缓缓停下了脚步，转过身。总觉得你好像是在叫我。